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10月5日，星期二。我们现在先看一下黄金的走势分析，先看一下日图。日图的话，昨天是冲高回落，最后以微跌收盘。然后连续几天的话，其实现在都受到这个14日均线的这个支撑。到现在为止，包括今天早上的话，其实也是在测试这个支撑。到现在为止的话都没有跌破，所以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走势。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可能会怎么走。首先的话，我们需要确定一点，不管是从日图还是从短期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，现在都处于一个空头的一个走势，还没有一个反转向上的一个趋势。当然，下方的但是现在的价格已经趋于这几天测试的这个低点，所以的话，在这个位置附近的话，可能会有震荡，或者是有一部分回调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做。然后我们先找一下今天的支撑和阻力。然后从4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最新的一个支撑。从小图来看的话，最近的一个阻力的话是这个趋势线。所以的话，从这个整个支撑和阻力的这个区间来看的话，现在是处于一个三角下行的一个走势。然后而且的话，这个三角区域的话是在收窄，马上就要突破了。所以说今天的话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下方这个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区间吧，是一个2732到2734的一个区间，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区间，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支撑区间。然后阻力的话，我们就看这个阻力线就行了。所以的话，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前方的这个支撑。这个阻力，然后所以的话，今天操作建议两个，第一个的话就是突破下方这个支撑之后做空，下方目标的话2718到2720，或者是等到突破上方这个2746的这个阻力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多。那中间区域怎么做呢？中间区域的话，它有可能回调到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需要看这个阻力线的那个能不能挡得住。如果能挡得住的话，我们继续回头做空，然后做空之后的话再看，因为到这儿的话，其实已经到三角区域的尾端了，它只能突破任意一个方向。向上的话，我们先说向下，它向下的话，我们肯定是要做空的，就是2718到2720。但是向上的话就不一定了，因为向上的话，它只是突破这个七形三角，但是趋势的话还没有反转，除非是它突破之后的话。震荡之后做一个二次突破，突破之后我们还是重点看2745到46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位置突破之后的话，我们才认为它是处于一个上涨的。所以的话，今天黄金的话就以做空为主，除非它能涨破这个2746的这个位置，涨破之后的话，我们那个思路的话需要转到多头，否则的话就以空头为主，特别是它突破到它那个下方的这个支撑，只要跌破的话，我们就做空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这都是一个概率问题啊，然后有可能它会再反抽的。这种情况我们不考虑，我们只考虑当前的这个技术分析走势就行了。好，这是黄金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比特币。比特币先看一下日图，从日图来看的话，比特币已经连续6天处于一个收盘价那个空头的一个走势了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早盘嘛。今天早盘就是昨天收尾的时候的话，有一根大阳柱，这根大阳柱的话，其实呢直接覆盖了前期五个时段的这个走势。所以说从这个走势来看呢，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完全的这个空头了，因为这个上升的这个走势，这个覆盖的太大了。但是现在它是处于一个下跌，但是这个下跌的话还没有跌破这个前低，所以的话现在那个也做空的话有风险，因为从4角图和日图来看的话，下影线都比较长，特别是4角图这个下影线已经相当长了，然后处于一个十字星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小日图的话，这个当前这个的话是覆盖前边2个周期，但是这个3个周期是覆盖前期5个周期的，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我们需要等到哪儿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上面来看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小日图。小日图的话，我们支撑的话就在这个位置，就是6.7。
6.70这个位置是最新的一个支撑。然后阻力的话，我们可能设的要大一点，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最新的一个阻力区间。在这个阻力区间之下的话，它就处于一个空头的一个走势。然后下方的话，如果能够跌破小日图的下方这个支撑的话，下一个目标的话就是6.65附近的，6.6到6.65啊，6.62的这个位置。然后所以的话，今天这个走势的话，有可能它只要不跌破这儿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这样走。然后后续的话，我们需要看一下它还是这个位置跟上方这个位置。如果真是突破上方这个阻力区间下边界的话，可以清仓短线做多到这个高点，然后再突破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要转头做多了。注意啊，这个位置是方向转变的，就是方向转多头了。只要在这个位置之下的话，我们都认为是处于一个空头，中间的话认为是一个震荡。下方的话就是一个空头，下方这个空头呢，我们需要关注这个1小时的这个支撑线。好，这是比特币。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原油。原油的话，从日图来看的话，已经完全突破38.2这个回调线，所以的话，今天的话，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日图的这个昨天的这个收盘价，就是今天早盘的开盘价。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4小时图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比特币的操作的话，就是重点关注这个区间。这个区间的话，如果能够继续上破的话，我们下一目标的话就是50.0的这个回调线。否则的话，它如果跌破这个位置的话，跌到这个位置附近的话，你可以清仓做多，这是清仓做多啊。然后因为下方的这个支撑在这个位置的，它有可能会跌到这条线这个位置，然后就是这儿。然后如果跌破的话，它就有可能会下跌的，就这样走。但是真正直接下跌的话，如果没有刺激的话，消息刺激的话，一般不会，可能会这样震荡。震荡之后的话，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突破的方向，向上的话做多，向下的话做空。好，这是今天黄金、比特币、原油的交易分析。